山海经》《周易》《黄帝内经》被称为上古三大奇书。为什么叫做奇书？因为写这三部书的作者都不是人。《易经》的作者是伏羲，《黄帝内经》的作者是黄帝，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是禹和伯益。禹大家很熟悉，就是治水的大禹。那么伯益又是谁呢？他是颛顼的后裔，黄帝轩辕的外甥。伯益年轻时正值大洪水时期，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，舜帝赐予他黑色旗帜，让他可以驱使各种神兽，并赐姓为嬴，所以伯益也是秦始皇的祖先。无论是伏羲、黄帝还是大禹、伯益，他们都是夏商之前上古神话中的神。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读过《山海经》后，都深感难以置信，并叹道：“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”这期我们来聊一聊上古三大奇书之一《山海经》。三星堆出土的最大一棵青铜神树，与《山海经》中对神树扶桑的相关记载几乎吻合。青铜神树高度为3.96米，分为上中下3层，每层3个树枝，共9个树枝。向下弯起的每个树枝上有一朵花，上面都站着一只鸟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谷上有扶桑，10日所遇，在黑池北。居水中有大木，9日居下之，1日居上之。意思是有一棵扶桑树在10个太阳洗澡的地方，在水的中间，9个太阳停在树的下枝，1个太阳停在树的上枝。扶桑神树上栖息着9只代表太阳的金乌鸟，正好对应了9日居下之。那么根据《山海经》1日居上之的提示，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代表太阳的鸟居于神树的顶部呢？的确，考古专家发现青铜神树的顶部呈现出折断、残缺的形状。这只在神树上枝的神鸟，是否是因历史久远而遗失了？同时，青铜神树上的龙纹饰和新发现的铜器上的龙葵等，均可在《山海经》中找到原型。不仅如此，三星堆最近首次亮相的3号青铜树，在其树顶上站立着3座人首鸟身的青铜像，这与《山海经》中描述的勾芒相吻合。东方勾芒，鸟身人面。而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看管扶桑神树的正是勾芒。三星堆出土的多个人首蛇身的青铜人像也对应《山海经》中的记载，比如大家熟悉的伏羲、女娲等上古神仙，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。按照考古界不同的预测，三星堆文化距今在5000年前左右，也就是历史课本中的夏商时期。原来认为那时中华文明才刚刚兴起，再往前就是新石器时代。可是三星堆至少佐证，当时就有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和文明。尽管考古人员还远未看到三星堆全貌，但已经颠覆了大多数人的观念。此外，三星堆文物似乎也印证了以往被视为神话而流传已久的故事。